妈妈，我好难受。小西乖，马上就到医院了，走。医生，我儿子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啊？我从医了30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怪的病症啊！这估计是种罕见的 Y 基因遗传疾病。我问你一下，孩子的爸爸是不是有类似症状？孩子爸。谁往我床上放了个东西？Chris， I don't wanna know what's going on in your head. You acting 不，你为什么这么在是？ You can play the roles, but you can't escape the words. Oh, you're acting no good. Acting no good.喂，什么？奶奶病危了？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还以为自己在做梦，没想到我真的睡了个男人。第二天早上我走得匆忙，也没看清那个男人的长相。我也不知道孩子爸爸是谁。那我建议你带孩子做一个靶向基因筛查，等检测结果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给他对症的治疗。那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？3万。3万？这么贵啊！妈妈，没关系，我不治了。说什么呢？怎么能不治呢？妈妈一定会治好你。也不知道当年那个男人究竟是谁，他一定知道小希得的是什么病。教主，长老们又来催你找伴侣了。黑道，你知道狼人天性忠诚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和另外的异性发生亲密关系。都怪我，那些月圆之夜，刘琳一个人在酒店，被一个人类女性趁虚而入。事到如今，我把她找回来，让她做您伴侣，绝不可能，绝不可能。这个女人就是我此生的伴侣。是闻就跑，果然是人类女性，薄情寡义。人类天性花心滥情，对待感情毫无忠诚可言，我绝不可能再找一个人类女性做伴侣。可是没有可是。妈妈，你当初要是不生下我就好了，那样的话你就不用这么辛苦。怎么会呢？生下我的小希是妈妈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。奶奶，连你也离我而去了，现在我真的没有亲。沈小姐，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我有孩子了。你好，可以看一下我们新店开业的活动。你好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活动。乖乖乖，我们马上就回家了，乖。小希，
妈妈有你，妈妈觉得特别辛苦。别担心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。唉，都怪那个男人，他的基因太差了，害我生病，害妈妈这么辛苦。妈妈不辛苦啊，走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家主，就算您生气，我也要说，您的血脉无比强大，要是没有继承人，对我们狼人族是莫大的损失啊！哇，是我的幼崽们，停下！家主，狼人族的幼崽为了度过发育之痛，都在部落泡冷潭睡的，不可能出现在这儿啊！难道是我产生的错觉？嘿嘿，家主，说不定是上天给你的提醒，该当爸爸。你要再多说一句，就给我滚回部落。今晚就是月圆之夜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喂，师傅，今天晚上吗？好，我去。妈妈，你晚上要出去吗？对啊，裴氏庄园请你刘伯伯操办晚宴，但是你刘伯伯没空，就让妈妈带他去。这次呀，报酬可丰厚了，等妈妈回来可以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吃的。我想吃牛排，带血血的那种。好，只要你乖乖睡觉，妈妈回来呢就给你带2大块牛排，好不好？来睡觉吧。好可爱呀！你就是刘厨的徒弟啊？你好，我叫沈思薇，我跟着刘厨学了好几年了。刘厨也没说他的徒弟是个女的。你走吧，我另外再找人。我虽然是女的，但是我的厨艺很好的，请您相信我。我们家主最讨厌人类女人了，你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碍事。人类女人？你们不也是人类女人吗？别拿我跟你这种低类的物种比，我可是……家主，看来他就是裴氏庄园的主人，江城首富裴星野。奇怪，为什么他给我的感觉这么熟悉？裴炫，怎么回事？家主，对不起，今晚原定的厨师来不了了，派了他的徒弟来。我看是个女的，就赶她走了，但她不肯，还要在这里胡搅蛮缠。是她。我没有胡搅蛮缠，裴先生您好，我只是想尽力争取这次机会。家主，我把他赶出去。别用你的脏手碰他！家主，我有点讨厌这个人类。闭嘴！还好他还没结婚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你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裴先生，我虽然是女生，但是我的厨艺非常好，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该死的人类女人，她真的把我忘干净了。裴大，还是把这个女人给赶走吧。家主也没让他走，那就是让他留下的意思。你带他熟悉一下啊！哎，家主，等等我呀！行了，跟我来吧。妈，食材都在这里面了，你只要做熟就行。做熟就行。对，就这样。
牛排、牛肋条、羊排、羊腿肉，都是小溪爱吃的。家主，今天是月圆之夜，我们狼人兽性最强的日子。为了避免刺激到兽性，您规定我们不能喝酒，也不能吃带血的血肉。您自己定下的规矩，您忘了吗？知道了，就你会。这是那女人做的？是。他人呢？走了吗？还没。他刚还问我这些剩余的食材能否打包带走。让他来见我。裴先生，晚饭还合您的胃口吗？为什么要这些剩下的食材？我想带回去给我儿子吃。他虽然才4岁，但是胃口非常大，所以我就想带一点回去。你不是未婚吗？为什么会有个4岁的儿子？4岁，按照时间推算，难道该不会是嫌我未婚先孕，以后就不给我工作机会了吧？不，我的意思是狗儿子。我养了一只大狗，它今年4岁，胃口非常好，所以我就想带一点食材回去给它吃，可以吗？像她这种薄情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偷偷生下我的幼崽？喂？什么？相亲？我现在在工作，我等会儿跟你说。裴先生，我有点事，可能得先走了。那个食材的事情，你去拿走吧。谢谢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那个，您要是很满意我的手艺的话，您可以再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记得一定要联系我。该死，他走得这么着急，不会是打算去相亲吧？北大，最近辛苦了。家主，真奇怪，家主对这个女人好像有种莫名其妙的占有欲。狼人只会对伴侣这样，难道说她就是5年前睡了家主又不告而别的那个女人？这么多牛排，够小溪好好的吃一顿。小杂种，你松口呀！小溪，小杂种，你松口呀！小溪，妈妈，怎么样？让妈妈看看，她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死丫头，人家问我有没有事，这个小杂种可是狼崽子转世吗？我的胳膊都快被他咬穿了！我的胳膊都快被他咬穿了！谁让你不请自来的？我儿子没有把你咬死就不错了。死丫头，我都是为你好，我好心好意给你安排相亲，你还挂我的电话？你打算跟这个小杂种闺妹对吧？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说什么为我好，不就是想把我卖了换彩礼吗？你爸妈死得早，我养你这么大，拿你换点彩礼怎么了？养我的人明明是我奶奶。滚！再不滚我就报警！滚！让妈妈看看。妈妈，我被人喂我。不是，小溪不是怪我，小溪不管变成什么样，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。家主到了，家主，你来这做什么呀？今天是月圆之夜，虽然我们都喝冷潭水，不会轻易变身，但总会有风险。你废话真多。这不是沈小姐的家吗？果然，沈小姐就是5年前的那个女人。
家主嘴上嫌弃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该死的人类女人，我倒要看看她相亲能相亲到什么对象。是幼崽的味道。妈妈，我想吃饭，我也不会别人把我当成怪物打死。不会的，这个小獠牙多可爱呀！小希，妈妈一定会保护好你的，一定会。家主，您确定没有闻错？如果幼崽真在沈小姐家里，那您就是幼崽的父亲啊！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都敲了这么长时间没人开门，我现在灯明明是开着的呀！家主，您的驱蚊力真是太强大了！奇怪，怎么进来以后，幼崽的味道反而消失了？难道真是我弄错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来我家？林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还把我门锁给弄坏了！裴大，滚出去！裴先生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刚才敲了很久的门，你没开门，我一时心急，所以……你刚才在做什么？我刚刚从庄园回来，睡着了，所以就没有听进去你说。但这也不是你们破门而入的理由啊！还有，你来我家干啥呀？沈思维，你真的不记得我？我应该记得你吗？我们之前见过。该死的人类，我就不该死。没有，我特意顺路过来一趟，是为了给你今晚的报酬。其实你给我转账就行，不用特意跑一趟的。我习惯用现金。抱歉，你家的门锁我会找人帮你修好的。真是怪。小希，家人，找到幼崽了吗？没有，那个女人早已经把我忘得干干净净，怎么可能怀上我的幼崽？对了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闻到幼崽的味道，我相信不是我的错觉。让人查一下，到底是哪个不负责任的族人，竟然让幼崽流落在外。是。小希，可以出来了。小希，小希，小希不见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这个小杂种长了一对獠牙，就是个怪物。你把小希给我带哪儿去了？当然是研究所了。这有个教授要把这个小怪物当成研究对象啊，那可是出了大价钱的。小希不是怪物，你要是敢动小希一下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小希，你别怕，妈妈来救你了。小希！妈妈，小希怎么样？沈思维，你昏了头了！这个小杂种，他就是个怪物，不是你儿子！你给我闭嘴！小希就是我儿子，他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他是我养大的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，他都是我儿子。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别跟他废话，把他轰出去！谁都不能耽误接下来的实验。实验？我这是畜生！我
住手！不要让我做实验，我不是怪物，不要让我做实验！爸爸，我是怪物！怪物！十四万，你绝对是那个怪物！不是，我的小溪不是怪物，都是他们。真是想不通，狼人又不像人家那样滥情，怎么会又再流落在外头？不对，家主，怎么不对啊？沈思维跟我说过，他有一条4岁的大狗，可是我们刚才去他家的时候，既没有看到狗的身影，也没有听到狗的叫声。对呀、家里如果有狗的话，陌生人闯进去，狗不可能没动静啊。他一定有事情瞒着我，查他的位置。好。家主，沈小姐在研究所。走，去研究所。是。完美的实验体，快把它拖进实验室！小溪，你放开我儿子！妈妈来救你！沈思维，裴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儿子，他们要拿他做实验，你救救他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。放心，小溪，小溪，妈妈，怕了不怕了，乖，妈妈在，没事了，乖，不怕。裴先生，我刚刚都看到了，你的手变得跟小溪一模一样，你一定知道小溪得的是什么病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救救他。别担心，只要他喝下冷潭水，就可以恢复正常。裴大，家主，外面的人都搞定了，保证他们会忘记今晚的事情。幼崽，真的是幼崽。把冷潭水拿过来。好。妈妈，我都变好了。太好了，宝宝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裴先生，我儿子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幼崽没有得病，他这是……这里面全部都是炸弹。狼人，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狼人。今晚你们一个都别想走。狼人？妈妈，什么是狼人？小杂种，你就是狼人的后代。你妈妈一个人类，居然和狼人苟合，生下你这个小杂种！自以为是的人类，我们狼人不比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强100倍。裴大，不需要和这种杂碎废话，直接让他彻底闭嘴就。是。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这些不是你该看的。
所以这么说，你们都是狼人？没错。那小溪并不是生病，她只是因为继承了狼人的血脉。真没想到，5年前在酒店说的那个竟然是狼人。小溪的种种异常，是因为她的骨骼开始发育了，这是每个狼人幼崽都要经历的过程。原来我的爸爸是狼人，叔叔，你是我爸爸吗？当然不是。裴先生，怎么可能会是你爸爸呢？对不起啊，童言无忌，您别介意。我想，小溪的爸爸应该就是您的下属吧？叔叔，你这么厉害，难道你是我爸爸？不，幼崽，家主才是您父亲。裴先生，5年前那晚的男人是你？怎么，你很失望？不是，我只是太惊讶了。毕竟传闻都说您不……传闻说的没错，那是月圆之夜，是狼人兽性最强的一天，所以这样才会让你得逞。我们狼人才不会像你们人类一样随便。那天晚上，我是喝多了，进错了房间，所以才这样。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。沈小姐，5年前您毁了我家主清白，一句对不起就算了？那要怎么做呀？我要你带着幼崽搬进裴氏庄园。沈小姐，幼崽每天至少要泡冷潭水1到2小时，才能缓解骨骼发育之痛，而冷潭水只有我们狼人才有。别担心，我不会亏待你们母子。那好吧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走吧，今晚就搬回去。妈妈，我饿了。裴轩呢？喊他起来做宵夜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本来就是厨师，我给他做就行。走，跟妈妈去厨房。真没想到，那个女人竟然会生下我的幼崽。是啊，这说明沈小姐并不是您认为的那种人。去查一下她的资料。刚才过来路上我已经派人查了，这会儿啊，资料已经发过来了。你倒是积极。那当然，沈小姐的人品啊，那可是关系到家主您下辈子的幸福，我当然积极了。嘿，是，她这。怎么，他的感情很丰富？也不是，就是他读高中的时候给学校所有小混混写过情书。他当时年纪小吧，不懂事儿，也可以理解。不过，他生下幼崽那几年。这几年他一直努力工作，为了养活幼崽，没有和其他异性接触。就是他网恋，还同时网恋好几个，网恋对象还都是已婚的，他还……家主，我不知道实际他是这种人呐。够了！我就不该对他心怀期待。裴先生，小溪已经吃饱了，我想带他先回房间休息。沈思维，我让你搬进来，是因为幼崽的成长离不开母亲。我可以给你最好的生活条件，但仅限于此。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不要生出不该有的妄想。我明白的，您放心，我以后搬进了别墅，我一定会对您保持好距离。你最好如此。还有，我虽然不该干涉你的私生活，但是为了幼崽，你最好注意个人作风，不要做出道德败坏的事情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
不会还在因为5年前的那一晚耿耿于怀吧？我明白的，您放心好了。我希望你说到做到，裴大，给他们安排房间。是。妈妈，爸爸为什么对你那么凶？可能是因为讨厌我吧。爸不讨厌你，我也讨厌他。这是两码事儿啊！他虽然不喜欢我，但是对你还是很关心的，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讨厌他。可是爸爸讨厌你，你不难过吗？我跟你爸爸已经很久没有见了，他对我而言就跟陌生人一样，所以不管他讨厌我还是喜欢我都不在乎。我只要我们家小希好好的，妈妈就觉得非常非常幸福了。沈小姐，跟我回房间吧。麻烦你了。进。家主，沈小姐已经带着幼崽住下了，只是庄园里的冷淡水储备不够幼崽使用，要不要尽快派人去部落取冷淡水？明天一早就派人去取。啊，家主，您确定要和沈小姐住同一个屋檐下吗？怎么了？我是看您对她占有欲那么强，怕您忍不住。对这种女人，我才没有占有欲。别学会一个词儿就乱用。出去吧。是。喂，沈思维，你究竟对我妈做了什么？我妈从你家回来就一直发烧，她发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估计就是坏事做多了，遭报应。沈思维，你这个贱人肯定是你干的，你赔我妈药费，要赔钱。沈源，你高中的时候以我的名义给混混送情书，前2年还拿我照片网恋的事，我都没跟你算账。以前是我没工夫跟你们计较，现在我有空了。你们家要是再敢过来找麻烦，我要你们好看。沈思维，我爸我妈把你养大，你敢？妈妈，是不是慧一又来找你麻烦了？你别担心，裴大叔叔说了，我长大会变得很厉害，到时候给你报仇。给我报仇呀？好啊，那你要好好睡觉，然后早点长大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就睡。想吃啊？你吃吧。幼崽，真的是幼崽，长得真好看，简直跟家主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听说已经开始骨骼发育了，不愧是家主的儿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小希她有点腼腆。你是幼崽的母亲沈思薇吗？你是家主的伴侣吗？不是，我不是。裴大不是说了吗？沈小姐不会是家主的伴侣，还问？是啊，听说家主很不喜欢这个幼崽的母亲哦。沈小姐，要不你考虑一下我吧，我现在还没有过伴侣呢，这样你可以陪着幼崽长大，而且也不会感到寂寞。这不合适吧？哎呀，合适的，合适的。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看的雌性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你考虑考虑我吧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家主，我想让沈小姐成为我的伴侣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反正你又不喜欢沈小姐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马上给我滚回部落取冷潭水。可是裴儿，你敢违抗家主的命令！怎么，现在又看上裴二了？现在又看上裴二了？我没有啊。既然没看上他，刚才为什么让他抓你的手？这个人果然一如既往的亲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喜欢我妈妈。幼崽，你妈妈不了解狼人的习性，我有必要让她知道。狼人这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，除非你下定决心，
否则你不要招惹任何一个狼人。原来是怕我耽误他的下属。裴先生，我明白了。刚才我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抽回手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的下属觉得我不好相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保证以后离他们远远的，不会让他们有任何误会。你最好做到。沈小姐，其实啊，家主他是别干，还不赶紧过来！妈妈，裴大叔叔说的是什么意思？爸爸吃了什么？吃枪子儿了，吃炸药了。我们不管他们吃什么，我们去吃早饭。去，把这些东西全吃了。走。家主呀，我看你明明对沈小姐很上心，刚刚就我吃醋了。吃醋了吗？吃醋了吗？我只不过看不过他轻浮的作为而已。海晨，哦，对，走，我们去看看今天吃什么好吃。真没想到，5年前毁了家主清白的人类女人就是你呀！竟然还生下了家主的幼崽，可惜是个混血。混血怎么？混血就不配吃早饭吗？早饭，狼人可没有吃早饭的习惯啊。可是小希有，他不吃早饭会不舒服的。混血幼崽就是不如纯血幼崽，真是娇气。我自己去厨房给他做，这总可以吧？哎，不好意思，食材要1个小时后才能送到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昨晚跟家主要了那么多剩余食材，真是上不了台面的人物。妈妈，没关系，我不吃早饭了。不吃早饭怎么能行呢？走，妈妈带你出去吃。家主吩咐了，10点给幼崽泡冷潭水，过时不候哦。去哪儿泡冷潭？把幼崽交给我，我带他过去。不行，我要亲自陪他去。人类是不能靠近冷潭水的，别妄想。把幼崽交给我，难不成我会害了他不成？妈妈，我不泡了。可是不泡怎么能行呢？你会难受的。宣管家，记住你现在说的话。我儿子如果少了1根汗毛，我绝不会放手。幼崽，跟我来吧。去吧。该死的人，不3心2意会死。看来家主还在为早上的事耿耿于怀啊。家主，我已经问过裴二了，早上那会儿沈小姐并没有给出暗示，她是担心沈小姐抛弃幼崽，才用这种办法留下沈小姐。真的？真的。要他多管闲事儿。沈思维虽然对待感情随便，但是对幼崽还是很关心的，绝不可能抛下幼崽一走了之。是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是幼崽第一次泡冷潭水，家主您要不去？沈思维不了解狼人幼崽的习性，我作为父亲当然是我去。你不早提醒我？您刚才气场这么低，我怎么敢呢？幼崽，这就是冷潭水，你自己进去泡着。我想让妈妈过来陪我，这里不就是普通浴室吗？我妈妈凭什么不能进来？你都多大了，还黏着妈妈，这像话吗？况且你妈妈是人类，你就不应该给她有好脸色了。人类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胡说！我胡说？你知不知道，曾经有人类就是接受不了自己生下了一个狼人，活生生的把幼崽给掐死了。我妈妈才不吃你说的那样。你还泡不泡冷潭水啦？妈妈之所以带我搬进来，就是为了能让我泡冷潭水。我不能让妈妈的苦心白费。我泡，水好冰。你可真废物！雪山上的纯血幼崽3岁就开始泡冷潭水，你会觉得冰？太冰了，我不泡了。
我等爸爸回来再泡。现在就得给我泡，别想等家主来告状。要是这个幼崽因此病死就好了，这样的话，家主就必须找狼人伴侣生孩子了。小希，小希，裴轩，你想害死小希吗？他嫌冰不肯泡，我才出此下策的。我就没有见过血脉这么差的幼崽，都是你的基因拖了他的后腿。小希，走。脆弱的幼崽，软弱的人类女人，迟早让你看不下去。小希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妈妈，感觉好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在这先好好休息，妈妈有点事要去办。沈思维，你找死！我说过，你要是敢动小希一根汗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你个人类竟然敢打我！你现在连一个人类都打不过了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家主，这个人类女人要杀死我，你快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沈思维，你先放手。既然不老实，那就跪着。家主，这个人类女人她疯了！你看她当着你的面都敢这样对我。没想到沈小姐这么彪悍。家主，你快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不用你，我自己走。我带着小希搬进来，本来也是为了她的成长，没想到居然有人要害她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。等等，你说有人要害小希？裴轩，是你吗？我没有，是幼崽嫌冷潭水太冰，不肯泡。狼人幼崽哪有这么娇气啊？我就把它安在池子里。可我没想害幼崽啊！我亲眼看见你用手按着小希的脑袋，如果我迟来了一步，小希就被你淹死。狼人幼崽的肺活量比人类好多了，在水里待10分钟都没事儿，不懂就闭嘴。是吗？那我摁着你，看你能不能坚持10分钟。家主救我！过去这几年，他就是靠着这份彪悍护着幼崽长大。家主，要不先让沈小姐放开裴轩？沈思维，你先放手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和幼崽一个交代。裴轩说的没错，狼人幼崽的肺活量确实很强，没那么容易被淹死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误会他了？本来就是沈思维，家主不会放过你的。没有误会，脑袋被按在水里，就算不会淹死，也很难受，说明他的确没有安好心。家主，我没有，是幼崽被养得太娇气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啊。幼崽一直生活在人类社会，怎么能和部落的幼崽相比？裴轩，你糊涂啊！裴雪，我嘱咐过你，一定要照顾好他们母子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，就给我滚回部落。家主，你竟然为了这么一个女人，要赶我走！裴轩，你伤害的是幼崽。一个人类幼崽有什么了不起？家主，你要是想要幼崽，我可以给你生啊，保证比他的幼崽更强大。还在那胡说八道！裴大，立刻送他回部落。是。不用陪他送，我自己走。今天的事儿是我的疏忽，我没想到裴轩对幼崽有这么大的恶意，我向你道歉。这个男人虽然不待见我，但至少是个合格的爸爸。没事的。小仙，该死，今天也不是月圆之夜，为什么抱着他，我竟然会有些躁动？沈思维，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沈思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那么可怕吗？不是，我怕你误会我对你投怀送抱。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意外了。你和我的界限划得这么清楚，早上拒绝裴爱的时候怎么没那么干脆？是你之前说让我离你远一点，不要对你抱有不该有的想法。我去看幼崽。他怎么又生气了？幼崽没事儿，裴大，
你去重新准备冷潭水，稍后我带幼崽过去。是。裴先生，那个裴轩说人类无法靠近冷潭水，是真的吗？他说的也没错，冷潭水性寒，人类靠近会生病的。你放心，以后幼崽泡冷潭水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谢谢。宝宝，妈妈，乖，爸爸带你去泡冷潭水了。来，你起来。裴先生，麻烦你了。假如他不是资料上那种人，该多好啊！我是孩子的父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幼崽，快来试试吧。放心，裴大已经把冷潭水加热过了，去吧。没那么冰了，爸爸，觉得我是不是太矫情了？别听裴轩胡说，你只需要适应几天就好了。可是别的狼人幼崽都不用适应，是不是说明我的血脉很差劲？放心，我已经看过了，你的血脉很强大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你是我的幼崽，血脉怎么可能差？轩轩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家主的幼崽就这么脆弱？他甚至还嫌冷潭水太冰。我们狼人族什么时候有过这么脆弱的幼崽了？我就说嘛，这人类的幼崽哪有那么强大？裴大还说他继承了家主强大的血脉，这根本就是在欺骗我们。可是，即使人类基因在拖累，家主的幼崽也不至于这么差劲吧？冷长老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幼崽不一定是家主的，家主和那个幼崽还没有做过我们狼人族的血液检测呢。轩轩呐，幼崽是狼人，就是最好的血缘证明啊。那可不一定，几位长老不知道，人类可没有什么忠贞可言。他们今天可以跟这个睡，明天就可以跟那个睡。沈思威当初能够对家主霸王硬上弓，也能对其他的狼人这样啊。裴轩说的有道理，这狼人大部分都已经融入到了人类社会之中，这个姓沈的丫头一定是碰到了别的狼人。你这么说，要让家主的幼崽做一个血型检测？还等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下山看看这个幼崽到底是不是家主的种。几位长老，要不交给我来办？轩轩，你先去打头阵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也就罢了，不顺利的话再下山。就这么定了。裴轩啊，这是狼尾草，去吧。记住了，把家主和幼崽的血滴在上面，很快就能分辨出他们是不是亲父子。我一定不会辜负几位长老的期望。沈思威，我说过，我迟早要把你和你的小野种赶出裴氏庄园。你这衣服怎么又短了一截？又长高了？是的，爸爸说这是冷潭水的效果。冷潭水这么厉害，这才1天呢就长高了1大截。对。那再这么下去，你是不是很快就要跟妈妈一样高了？裴大，你确定你查到的沈思维资料是真实的吗？当然，不过您要是实在喜欢沈小姐的话，也不用在意那些。然后短着头背叛我吗？我是那种自讨苦吃的狼人吗？不过您现在不也在自讨苦吃？走，陪妈妈去做早饭好不好？不需要。我已经让裴爱去准备了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，毕竟我也是厨师嘛。那也不行，你在这里是作为小溪的母亲，不是免费厨师。家主，你别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幼崽根本就不是你的种。谁让你把她放进来的？家主，是她非要进来的，我也拦不住。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没错。家主，你把这个幼崽带回来之后，还没有给幼崽做过血缘检测吧？人类最喜欢乱搞了。你不能因为幼崽是狼人，就认定他一定是你的种啊！裴雪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幼崽继承了家主的血脉，家主当然是他亲生父亲。强大的血脉，裴大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脆弱娇气。闭嘴！他到底和我有没有血脉，需要你来告诉我。家主，血脉的力量只能通过肉眼查看，就算是你也无法保证一定不会出错，还是用狼尾草来检测一下比较准确。这是几位长老给我的狼尾草，只要把你和幼崽的血滴在上面，自然就能够判定你和幼崽是否为亲父子。原来这就是狼人验证亲子关系的方法，倒是有点像滴血认亲嘛。教主，
既然裴轩已经把狼尾草带来了，不如不必了，马上把他赶出去，以后不许让他踏进裴氏庄园一步。家主，如果你坚定幼崽就是你的种，你为什么连测都不敢测？其实你也不敢笃定，对吗？因为你知道这个人类女人她私生活乱得很，所以你根本就不敢赌。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我的种，他是狼人，我身为家主，抚养狼人幼崽不需要任何理由。如果幼崽的父亲是普通狼人，他就应该待在山上，跟其他幼崽一起泡冷潭水，而不是住在裴氏庄园，让裴二每天取新鲜的冷潭水给他用。没错，只有家主的幼崽才有这种特殊的待遇。几位长老不在部落起，跑来这里，到底是想要干什么？家主，不就是测个血缘吗？何必推三阻四呢？是啊，家主，你的幼崽关系到裴氏集团和裴氏庄园的继承，你不可以掉以轻心呐。家主，事已至此，不可还是测一下吧，免得族里议论纷纷，对小溪以后不太好。你觉得呢？反正我迄今为止就只有5年前的一个男人。如果5年前的是你，那么小溪就只可能是你的儿子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测吧。狼尾草拿来。家主，是狼尾草。小溪，有点疼。我就知道，幼崽果然不是家主的种。什么？这是不是弄错了呀？如果幼崽是家主的亲生子，狼尾草就应该变成浅绿色，而不是黑色。沈思维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睡了多少个男人？不可能，肯定是这个破叶子弄错了。要不就用人类的方式，我们去做 DNA 鉴定吧。人类的检测方式根本不适用于狼族。这个放荡的人类女人竟然不相信我们狼人族的圣草狼尾草。既然不是家主的种，就没必要留在裴氏庄园。没错，待此间事凉，我们就要回到部落。到那个时候，幼崽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妈妈，我不要去山上。谁都不能分开我跟小溪。大不了我们现在就离开裴氏庄园。那怎么行？我们狼人族的幼崽绝不可能流落在外。我不管你们狼人族什么规矩，我只知道小溪是我生下来的，谁都不能从我身边抢走她。爸爸，我求求你，我不要和妈妈分开。幼崽，家主可不是你爸爸。然儿，快把他带过来，交给3位长老。家主，你赶紧说句话呀！不需要，谁也不许把他带回部落，他就待在这里，哪也不许。家主，你这么做如何服众啊？家主，你把幼崽放在这儿，你就不能到我们部落去取冷潭水给他用吗？几位长老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就可以控制住冷潭水吗？家主，我们又不会伤害他，您又何必如此固执呢？是啊，家主，此人类女人生性放荡，幼崽又不是你的种，你何必为这个女人失去部族的威信啊？这就不劳几位长老操心了。你们现在马上离开，否则我将会停止部落的所有供奉。家主，你糊涂啊！裴大，送他们离开。几位长老，请吧。小溪，你就在这儿等妈妈，妈妈有点事，马上回来啊。咦，这个草的颜色怎么变淡了？滚！别来烦我！裴先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狼尾草的检测结果会显示你不是孩子的爸爸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你还是愿意维护我们，所以谢谢你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女人？裴先生，你放开我！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你把我睡完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，这谁像别人的幼崽？裴心野，你疯了吧？我说过，如果你就是5年前的那个男人，那么孩子的爸爸就只可能是你。是吗？这幼崽怎么就不是家主的孩子呢？哎，你在看啥呢？裴大叔叔，我在看这个。
它的颜色好像变淡了。真的变绿色了！哎，家主！裴先生，我能够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请您相信我，小溪她……家主，狼尾草颜色变淡了。这家主真是疯了，竟然把一个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一个幼崽当宝。都怪这个人类，是他毁了家主的清白，才让家主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这可怎么办？本来是让家主找狼人雌性生孩子的，可是……几位长老，请留步。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可能呢？狼尾草一旦使用，颜色就固定了。家主，这狼尾草是我给裴宣的，能否容老夫一看？七星海棠，这狼尾草上浸染有七星海棠的汁液，七星海棠有染色的功能，所以先变黑，再变浅绿。不对，裴宣，我给你的时候，这狼尾草可是好好的。裴宣，是你动的手脚？我没有，家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。裴宣，你当然都是傻子吗？我就说了，这种检验方式不靠谱的。小溪就是裴青野的儿子。狼尾草变色只能证明结果不准确，不代表幼崽就是家主的种啊。没错，家主，我这儿还有狼尾草，要不再验一次？不必了，我确定小溪就是我的儿子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谁要再敢拿小溪的身份做文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裴先生，爸爸，刚才让你们受委屈了，我已经惩罚了裴宣，你们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。没有，刚刚您一直都在维护我们，所以我们没有受什么委屈。抱歉啊，刚才在书房，我是有点不冷静。哦，那个，您说那个事儿啊，嗨，我都已经忘了。你忘了？忘了好啊，也不奇怪，睡过一次的男人你都忘了，何况只是亲一次。裴先生，当着小溪的面你说什么呢？那你和小溪先休息吧，休息吧。妈妈，你和爸爸会结婚吗？当然不会了，小溪，你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爸爸和妈妈都亲了，那也不代表就要结婚呀。可是爸爸很喜欢你啊。你说错了吧？他讨厌我还来不及呢。是裴大叔叔说的，他说爸爸每次生你的气，都是因为吃醋。那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你把我睡完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，就剩下别人的幼崽。所以那个时候裴星野忽然发疯，难道是因为吃醋？不可能，裴大叔叔就是爱开玩笑，他的话你可不能全信啊！啊，好啦，你在家里面乖乖的，妈妈要出去有点事，知道吗？家主，我已经通报族里，不允许再质疑幼崽的身世。很好。我不明白，刚才那会儿你明明可以再验一次，有了充分的证据，才能真正让族人闭嘴。我也不敢保证结果如我所愿，哪怕只有1/1000的概率，我也不敢去赌。我明白了，家主，承认吧，您已经爱上沈小姐了。如果说你实在不愿意接受她做您的伴侣，那就减少见面机会。家主，就算我说话让您生气，我也得说，我实在不忍心让你自我折磨。知道了，我们去公司。好。他这是要去哪？小姐，哦，她是君悦酒店主厨，上班去了。不对，他这几天请假了。如果没有要紧的事儿，他肯定会更愿意去陪小溪。说的是这，家主，这我还没上车，真没救。这好像是沈思维之前住的地方，他来这儿干什么？沈思
思维，终于让我逮到你了！你是谁啊？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我的网名叫落叶知秋。沈思维，难道是来这儿和网友私会？骗我网恋，让我给你转账好几万，还把我拉黑，不会不认账吧？还好我留了个心眼，找到了你家的地址。贱人，还钱！恋转账，一定是什么？该死，他居然还在用我的照片跟人网恋。还有我是随风，你骗了我10万；是天涯骗了我3万。同时面见3个网恋对象，真有你！裴星爷，裴大说的对，你不能再自我救我。不是，你们弄错了，跟你们网恋的人不是我，是我堂姐。这样，我把她的电话地址都给你们，你们找她去。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啊？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把你自己赔给我们。本来我还以为他是个照片，没想到本人比照片更水灵。今天你要是把我们赔好了，过去的事情也可以既往不咎。没错。想跑闭门！看来是网恋奔现翻车，沈思维，别指望我会救。看你往哪跑！沈思维，你知道惹了我们的代价。滚！滚！沈思维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裴先生，裴先生，谢谢你啊。那个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我不过是路过，而且我救你也是因为幼崽，希望你下回好自为之。小西果然是搞错了，这个男人这么不带劲，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我知道了，今天的事儿，谢谢你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了。我该去公司了，请自便。走，去医院。不用了，就是一点小擦伤而已，没事的。而且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你还有什么事？我本来今天是要回来拿点东西的，可是现在我要去找沈源算账。沈源是谁？刚刚那几个男人，就是他招惹过来的，但倒霉的却是我，所以现在我要去跟他算清楚。没事儿，我自己过去就行，你先去忙工作吧。这么说，那几个男人不是他约到一起的？难道我误会他了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就是一点小事。走吧。哎，圆圆，你妈真的傻了？肯定是沈思维那个贱人。自从我妈从他家回来以后，就开始发烧，烧了2天就成这样了。那个死丫头给我们拉黑了呀，去她家也看不到人，哎，想找她也找不到啊。爸，你知道她在哪里上班？一会儿去单位找她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，正好我还要找你们算账。沈思维，你敢来！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这些年我对你们一忍再忍，只是因为不想小西被你们狗急跳墙而欺负，这不代表我怕你们。你要造反是吧？好你个小贱人！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硬气啊？原来是找了个野男人帮忙。野男人？论找野男人，谁比得过你女儿啊？在网上跟一大堆男人网恋，骗够了钱就把别人拉黑。更可笑的是，用的还是我的照片跟名字。这么说，裴大查到的关于他网恋的事，其实都是他堂姐沈源干的。我就用你照片和名字怎么样了？就是个下三滥的玩意儿！哼，要不你也不会跟野男人生出小野种了。你还有脸说？当初奶奶生病，你们人呢？人呢？只有我一个人在给奶奶赚医药费。我在酒吧卖酒，
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结果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奶奶病重的电话，那也是你妈妈，是你奶奶，你们就是这样撒手不管的。所以那天早上你不告而别，是因为你奶奶走位。对，可是等我一到医院，奶奶还是走了，都是你们，是你们在胡言乱语，不然的话奶奶就不会生病。这笔账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算一算。你奶奶死那是她命寿已到，关我们什么事儿啊？就是，那死老太婆眼里只有你这小贱货，她死了活该。不错呀，知道下跪认错。谁说我认错了？我怎么动不了了？差点把你给忘了。我也一样啊！你是什么人？你们不配知。看来这个就是狼人的血脉力量。我奶奶的骨灰盒在哪儿？不会告诉你的。周叔，沈思薇，我杀了你！贼老女！所以我妈妈当年留下来的首饰也在这里，正好这些物归原主。薇薇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找的吗？不用了，我要找的东西都在这里。那我们走。死丫头，贵重首饰都拿走了，这是他爹妈临死前给我的，不然我凭什么抚养这个死丫头？爸，我脸好痛啊，我不会毁容了吧？别管你的脸了，我怎么还起不来？哎，你说我们不会在这一直跪下去吧？沈思薇，你个野男人究竟什么来头啊？裴先生，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不能这么顺利的拿到奶奶的。沈思薇，你的表姐是不是曾经用你的名义给别人写过情书？你怎么知道？那都是高三时候的事情了。她嫉妒我成绩比她好，所以就以我的名义给全校的混混都写了情书，害我被骚扰了好久。所以无论是情书还是网恋，都与他无关。他根本就不是我以为的那种人。那后来呢？有没有影响你的成绩？没有，我还是考上了重点大学。不过我考上大学之后没多久，奶奶就生了重病，我就没有去上学，上班给她赚医药费去了。可惜还是没有能救回你。那个时候，她在经历那么痛苦的事，我却认定她是个轻浮薄情的女人，我真该死。沈思薇，我裴先生，我叫的车到了，我得走了。我可以送你，你为什么要另外叫车？我知道您帮我都是看在小溪的份上，所以我得识趣，不能再麻烦你了。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黑道，马上去找最厉害的黑客，重新给我调查沈思薇的经历。家主，您来了。怎么，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不能看的吗？家主，我有罪。之前我查到所有关于沈小姐的资料都是有误的，无论是情书还是网恋对象，都是沈姐、堂姐、沈园一人所为，跟沈姐没有任何关系。起来，起来！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行了，要不是我今天追上了沈思薇，无意中发现的真相，我还不知道要误会她多久，一点小事都干不好，回部落算了。家主，那不之前找的黑客水平太菜吗？
再说了，您跟沈小姐之间误会解开了，你也不用继续折磨自己了，那是好事儿啊。行了，今天沈园的那几个网恋对象跑去骚扰沈思薇，你找人处理一下。是家主。哎，对了，家主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宣告族里，以后沈小姐就是您的伴侣了？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我还没和他提过。那您既然知道自己误会沈小姐了，为啥不提呀？我之前对他恶意那么大，今天虽然救了他，他也以为我只是给小西的面子，我怎么提？觉得也是，就算你说了，他也不会信。不信？不信？怎么不信？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？家主，你得温柔点儿，对沈小姐啊，你得关心她，爱护她啊，这样时间长了，她才会明白您的心意。温柔？怎么温柔？怎么爱护？投其所好，您得明白沈小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明白。裴先生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奶奶的骨灰盒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这是东山墓园一块墓地的永久使用权，我想他老人家会去更愿意入土为安。东山墓园，奶奶之前就一直在念叨，说如果死了之后能够埋在这儿就好了。但是这儿的墓地太难买了，有钱都买不到，所以我一直没有能完成他的心愿。裴先生，谢谢你。这块墓地多少钱啊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没关系，这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。不行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这个钱一定得还的。你要真想还，就把自己还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的意思是不用跟我客气，时间不晚，时间很晚了，早点休息。裴星野，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呀？沈思维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他肯定是看在小西的面子上，所以才这么费心的，不能胡思乱想。奶奶，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了。家主，您墓地那招高，实在是高啊！狼人和狼人是不一样的，关键是要用心。裴先生，家主，难得沈小姐这么热情啊！我看待会儿肯定冲过来给你个拥抱。这个，请您务必收下。这是什么？欠条？我查过了，墓园那一块墓地最起码也要20万，我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但是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还给您的。谢谢。走吧。都乖，当初要不是你办事不力，会造成这样的结局吗？我跟你说，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要不是我，也不会造成这种结果。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。走，家主，其实吧，我觉得这也不能完全怪我。您之前自己说他薄情，轻浮，我也没有怀疑的资料真实性啊。行了，算了。我这才第1天，人类的求偶期长达好几年，我不急。您打算把这欠条一直留着？当然了，这可是沈思薇亲自写的我和他的名字。小西，你妈妈呢？妈妈在厨房做点心，妈妈做的点心可好吃了。爸爸，裴大叔叔，你没有口福喽。幼崽，狼人从来不吃人类的食物。狼人并不是不吃人类食物，只不过是吃的少。
不习惯而已。我很期待你妈妈的手艺，我去厨房看看。奇怪呀，家主每次出去应酬吃的都是人类的食物呀，吃了这么多年没见他吃习惯，怎么做饭都换成了沈小姐开始期待了？你在找什么？哦，我在找可可粉，就在这个上面。我帮你。那个找不到就算了。马上够到。他果然还是没法接受我。我看你头发乱了。是这样，谢谢。你在做提拉米苏？对，麻烦你帮我拿到餐厅去一下，我上班快迟到了。上班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去就行。你就帮我拿给小新就行，看着他让别吃太多。沈思维，只要是你做的，让我吃一辈子人类的食物，都可以。多半是我会错意了。黑心也那么讨厌我，怎么可能想亲我呢？沈思薇，你千万不能自作多情了。喂，微微，你终于来上班了。小西怎么样了？谢谢师傅关心，小西已经好多了。那就好。今天你是主厨，好好干。您放心。今天什么行程？家主，今天中午你跟 JS 的陈总有个参与。行，那就把用餐地点定在君悦酒店。君悦酒店怕是规格不够吧？不过您跟陈总是老朋友了，他肯定不会介意的。咱们就在君悦酒店用餐。确定沈思薇在这儿当厨师啊？沈思薇的堂姐跟我说的，绝不会有错。那就好，今天我一定让她好看。18号桌的玫瑰芥末烧肉。今天的主厨是谁？是我。23号桌的客人吃完之后肚子痛，嚷嚷找主厨要说法，你快跟我来一趟吧。这怎么可能啊！快！哎呦，厨师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吃的把客人肚子吃坏了，不敢出来是吧？对不起，那个我们经理和司机马上出来，对不起。徐先生、赵女士，这是我们的主厨，有什么事让他和你们说吧。你好，我叫沈思薇，是这次的主厨，请问是哪儿不舒服呀？哟，沈思薇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厨子？当初的美女学霸，现在整天跟油烟打交道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变黄脸婆了吧？你们是谁啊？我们认识吗？沈思薇，你给我写过情书，你装什么装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初就是你骚扰了我好几个月吧？沈思薇，是你主动给浩哥写情书，我们浩哥心善，怕你伤心才去找你的，结果你却开始拿桥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你。沈思薇，没想到吧？你以前看不起我，现在我变成了让你敬仰的大人。要是知道你混成这个样子，以前我不会追你的，要嫁。我们浩哥现在可是裴氏集团的合作伙伴，裴氏集团你知道，那可是江城排名第1的企业。裴氏集团的总裁裴行野，见到我都得喊我一声哥。看二位中气十足的样子，想必也没有哪儿不舒服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谁说的？我现在肚子就痛得厉害。沈思薇，我老婆现在怀着孕啊，要是她跟孩子有什么闪失，我跟你没完。你们口口声声说不舒服，那为什么不去医院，反而嚷嚷着要见我这个主厨？是不是把别人都当成傻子，不知道你们在讹人？沈思薇，遇到这种人你也就认了，好好给他道个歉。你要这个事处理不好，我就开除你啊！是啊，薇薇姐，这件事你低个头也就算了，你没结婚还带个儿子，日子过得本来就不容易，要是因为这事丢了工作，可怎么办啊？沈思薇，你居然未婚先孕了！沈思薇，你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装什么贞洁烈女啊？啊，没想到这么下贱，随便找个野男人就能上床生孩子是吧？
谁跟你在一块儿了？你少做梦了！我就是跟野男人上床生孩子，就是看不上你。贱人！浩哥，你别生气。沈思维，明明是我们浩哥看不上你，就你这样的，替我们浩哥提鞋都不配。我老婆说的对，沈思维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跪下来舔鞋。你要是给我舔高兴了，说不定你们放过你。你做梦！经理，您还是开除我吧。沈思维，我知道你不怕被开除，但是你怕不怕君悦酒店名声扫地呀？我现在就是做网络营销的，我只要一出手，君悦酒店彻底玩完。你有本事就封杀我，针对酒店又算什么本事？哟，急了？你要不想让君悦酒店出事，很简单啊，我刚说过了，你跪下来跟我老婆舔鞋。沈思维，你想看我们所有人都失业吗？薇薇姐，没来这份工作我会活不下去的。家主，陈总已经在里面等你了。裴总，我自己被封杀倒是无所谓，但是我不能连累其他人。二位，实在抱歉，今天都是我的失误。作为补偿，这一周我买单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希望二位高抬贵手。沈思维，你刚才不是还硬气的很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接受。今天我就要让你跪下来，给我舔鞋。沈思维，我给你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你考虑清楚。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只能把君悦酒店害孕妇流产这件事儿上传到新闻头条。您别太过分。沈思维，还不照做？那边什么情况？好像是有一个客人和厨师发生了争执。不重要，裴总，这里请。过去看看。经理，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？就算我今天给他们跪下，他们还是不会放过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跪下！住手！住手！裴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谁呀你？刚刚不是还口口声声说，就算裴行也站在你面前，都得喊你一声哥吗？怎么，不认识了？开什么玩笑？裴行野怎么会来这种档次的酒店啊？就是沈思维，就凭你也能认识裴行野？你得失心疯了吧？裴总，对不起，让你看笑话。你们是什么人，敢对裴总不敬？家主查到了，这人叫徐浩，就是曾经骚扰沈小姐的混混。他现在经营一家营销公司，裴氏集团有部分营销工作外包给了他，终止和他的所有合作，全行业封杀他。是的，你还装起来了？封杀令已经下达。喂，什么？所有的合作方结束跟咱们的合作？这不可能！你真是裴总？裴总，对不起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真错了，裴总。裴总，你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，她跟野男人上床，还生了个野种，她就是个贱人。你所说的野男人就是我，至于那个幼崽，就是我的儿子。裴总，保安呢？快把这2个人拖走！裴总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裴总。家主，你和陈总约的时间快到了。裴先生，您先去工作吧，今天的事情又麻烦你了，谢谢。薇薇，你不用跟我客气。我先去赴约，等会儿再过来找你。王总，今天的事儿，我希望你能给沈思薇一个公平的评判。明白。从今天起，你们被开除了。王总，我们也是为了酒店呀。酒店可从来没教过你们逼迫同事下跪。来了2个渣渣，随便威胁2句，你们就真心了？蠢货！顾客是上帝，但并不代表服务行业就低人一等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王总，我继续工作了。等等，沈思维，从今天起你就是后厨经理了，薪资翻3倍。不用的，王总，您不用给我升职。我知道您做这些都是看在裴总的面子上，但裴总今天出现在这儿，真的就只是巧合。我们君悦酒店也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5星级酒店，如果不是因为你在这里，哪怕是下半辈子，裴总这样的人物
也不可能来我们酒店用餐的。您真的是误会了。沈侍卫，你或许当局者迷，但是我看得很清楚。我敢保证，裴总喜欢你，他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。小希，妈妈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早上你怎么没有跟我打招呼就走了？对不起啊，妈妈今天早上上班要迟到了。对了，今天早上妈妈做的提拉米苏，你没有吃很多吧？爸爸一个人吃光了，我一口都没吃到。怎么可能？裴大不是说你爸爸不爱吃人类的食物，尤其是甜品吗？裴大叔叔说，因为那份甜品是你做的。沈侍卫，你或许当局者迷，但是我看得很清楚。我敢保证，裴总喜欢你，他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。难道真的像王总说的那样，他对我？可是他明明说了，要我不要有不该有的想法。妈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裴先生，怎么自己提前回来了？我不是说让你等我吗？我忘了，那个小希她衣服脏了，我带她去洗漱。微微还是在躲我。裴大，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？可能是您做的还不够。你说的对，微微最重视的就是幼崽。如果我宣布小希就是我的继承人，她一定会高兴。那我现在就昭告全族。回去。你说什么？家主已经定下了那个人人生的幼崽就是他的继承人？没错，裴大亲口说的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个幼崽有可能根本就不是家主的主。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必须想办法家主和狼人相结合，生下最强大的幼崽。只要这个幼崽的血脉力量比那个混血的更强大，我们就有理由支持他做继承人。可是家主不肯亲信我们狼人族的雌性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会长老，我记得你手里有一枚玄霜果吧？玄霜果能让狼人造怒难当，就连寒如冰的冷潭水也无法压制。你的意思是给家主下玄霜果的汁液？这可不好啊！家主要是发现了，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哎，会长老，这是眼下唯一的办法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马上在我们族内找一个年轻的雌性，让他给家主喂上玄霜果。几位长老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。不行，你被家主下了禁令，我们不能放你下山。可我是族里年轻一辈血脉最强大的雌性，我才有这个资格啊！就让裴玄去吧。只有他和家主结合，才能生下最强大的幼崽。至于禁，我们连玄霜果都用上了，还怕打破一次禁令吗？好像有些道理。裴轩，你想办法把玄霜果的汁液挤到家主喝的水里，这个汁液无色无味，家主绝对放心。几位长老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。裴先生，您真的宣告小希成为您的继承人了？没错，就在刚才，裴大已经昭告全族了。现在所有狼人都知道，小希就是下一代家主。裴先生，我知道未来的事情还说不准，但是我真的非常感激您对小希的重视。我是孩子的父亲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也不怕您笑话，这2天您帮了我很多，我还差点以为……但现在我都想明白了。您对我的照顾全部都是因为小希。沈继伟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那个，我就先回去睡觉了，晚安。哎，家主，沈小姐好像完全理解错你的意思了。我的错。是你的主意。沈思维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好？怎么回事？今天又不是月圆之夜，我怎么忽然感觉这么躁动？冷淡水。家主，你喝下的是玄霜果提血液，就算是冷潭水也没有办法压制。只有我能够帮你。怎么是你？我不是给你下了禁令吗？长老们帮我把禁令解除了。
家主，别再惦记那个人类了。我是年轻一辈血脉最强大的雌性，我们结合才能够生下血脉最强大的幼崽。果然离我远点。家主，狼人天性忠诚没错，但你的忠诚不应该用在一个人类身上。为了狼人族的未来，你就别挣扎了。家主，其实我已经仰慕你很久了。你怎么还有力气推开我？你既然知道我血脉强大，凭什么觉得一点小小的玄霜果汁就能让我失去理智？裴当，给我滚进来！教主，裴轩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让他混进我的房间的？把他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是。家主，血霜果无解，就算你用血脉力量暂时压制住了药性，也没有用的，它会一直折磨你的。还是让我来帮你吧。家主，你中了血霜果的毒！滚！不许任何人进来。家主，小希，来睡觉了。妈妈，裴娜叔叔说我是爸爸的继承人，继承人是什么呀？意思就是你以后要像你爸爸一样，承担起当家主的责任。可是雪山上的狼人都不喜欢我，所以你才要更加努力的让他们幸福呀。不过没关系，你还小，这些事儿啊，等你长大了再说。来吧，睡觉。裴大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史小姐，你赶紧救治家主吧。裴先生怎么了？裴轩对家主下了一种药，名为玄霜果。这种药对狼人来说极其躁动，连等滩水都压制不了啊。那也不是非我不可呀，这别墅里面还有这么多狼人雌性。哎呀，沈小姐，您不知道，狼人是最讲忠诚的了。5年前家主的清白被您给毁了，他就不可能再亲近别的女人了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除了我之外，面对别人都不行了？不，他不是生理上不行，是心理上对别人有洁癖。哎呀，总之就是家主要么选择您当他伴侣，要么就孤独终老。原来如此。可是我搬进来的第一天，他就警告过我，不要对他有不该有的想法。所以相比较和我在一起，他宁愿孤独终老。那个沈小姐，家主这会儿就在自己房间，至于您要不要帮他，您自己决定。其实我也不是不愿意帮他，可是这种帮忙的方式也太让人难为情了。而且说不定我帮了他，他会更讨厌我。算了，我还是先去看看他到底有多严重吧。裴先生，怎么没有人啊？裴大不会是骗我的吧？裴先生，谁让你来了？裴大让我来的。他说你情况不太好，要我过来看看。你还好吗？不太好，他让你赶紧出去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。我马上就走。要不So you can play the wolf, but you can't escape the woods. Oh. 昨晚我怎么就一时心软了呢？这下好了，等他醒来。不会气得要把我赶出庄园吧？来，
妈妈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我半夜醒了一次，没看到你。你昨晚醒的时候，我可能在上厕所吧。好了，我们要上班了，把它吃了啊。这么着急，打算去哪？我上班要迟到了。吃早饭？吃过了。你先送他。裴先生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昨晚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？没有，我身体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没想到你昨天晚上请人院以后，你不生我气就好。裴大都跟我说过了，5年前是我不对，害到你不能跟别人亲近，所以我帮你也是应该的。对你来说，昨晚只是帮我一个忙。当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因为这个生出什么不该有的想法。可是我已经10点了，我真的要去上班了，不然就迟到了。拜拜。家主，你跟沈小姐说开了没有？没有。对她来说，昨晚只是帮我一个忙，并不代表什么。不会呀。如果沈小姐对你没有意思的话，她是绝对不会帮你这个忙。真的？真的。不管怎样，至少经历了昨晚，她不会再回避我了。对了，裴轩呢？已经把他关在地下室了。他已经交代了，悬赏果是几个长老给他的，显然是您宣布小西成为继承人的消息刺激到他。这几个老东西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。你亲自把裴轩送回部落，告诉他，我会停止对部落的一切供奉。是。裴大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长老做了什么？心里最清楚。从今天开始，庄园停止对部落的一切供奉。家主真是太狠心了，我们只是想让家主有一个纯血的后代，这有什么错啊？裴大，您天天陪在家主身边，不劝解家主与狼人结合，而是想办法来对付我们。没错，这些年狼人和人类不断通婚，我们幼崽的血脉力量是一代不如一代，长此以往，狼人何存？正因如此，狼人才更加适应人类社会生活。我们不会龟缩在这个山里。现在年轻一点，还有谁愿意生活在部落？这是忘本！家主停止了对各位供奉，各位好好过以前本分的日子吗？你，裴轩呐，你到底和家主成了没有啊？假如我说没成，几位长老肯定会骂我不争气的。成了，所以家主才大发雷霆的。原来如此啊！只要你这一举能怀上家主的幼崽，也不亏呀！这个我也无法保证。几位长老，我有些累了，想先回去休息了。去吧。魏长老，你赶紧的查一下，看看这裴轩有没有可能怀上家主的幼崽呀？妙啊！哈哈哈哈！刚刚雪山之灵给了新的预言，不久的将来，我狼族将诞生一名新的幼崽，他的血脉力量史无前例的强大。那太好了！这就是说，裴轩他一定是怀上了。好，等裴轩把幼崽生下来，我们就有理由让家主废除那个人类幼崽的继承权，而下一任的家主必然是纯血狼人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小溪煮金汤水呢。听说狼人幼崽每天晚上都要喝。那你还忘加了一份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金汤水有点苦，要加点糖，幼崽才能喝得下去。
沈思薇，你刚刚怎么就被蛊惑了呢？你应该推开他的呀。可是他为什么会亲我？难道是药效还没完全过去吗？妈妈，我喝完了，你在想什么啊？脸都红红的。没什么呀，可能就是有点热吧。家属，今天这文件都订半小时了，都没翻译，想什么呢？知道了，刚才我在楼下亲了微微，她没有推开我。告诉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推不开你，他喜欢你。没错，他至少对我动心了，所以我赶紧要趁热打铁，马上把这家店给我盘下来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是。沈小姐，上车吧，家属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一上车就知道了。这家餐厅我记得很火爆，怎么会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因为这家餐厅换老板了，所以暂停营业。裴先生，所以说这家餐厅的老板变成了你，您是想让我来这儿工作吗？不是，这家餐厅的新老板是你。小希和我说了，你的梦想就是有一家自己的餐厅，我就把它盘下来了。以后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改菜单，去改装修风格，还有经营方式，不再是为别人打工了。裴先生，这1000万是你的启动资金。虽然我也不想让你工作，但是我要尊重你。好在是可以为自己打工。李先生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对我来说不贵重。我知道您是因为小希，所以才对我这么照顾。但是我当初生下小希，并不是想要什么奖赏，所以这些我不能要。薇薇，我为你做的这一切，不是因为小希。如果是因为那天晚上的话，那我就更不能收了。都不是。只想让你开心。可是我进别墅的第一天，您跟我说过，要我离你远一点。我之前是因为对你有误会，所以我现在后悔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狼人这辈子只有一个伴侣，5年前那晚我就已经认定你了。薇薇，你愿意做我的伴侣吗？这也太突然了，您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当然，但前提是你要心安理得的说下这些东西。还有，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叫我裴先生？小希，来喝金汤水啦！小希，你喜欢吗？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当然，我帮你戴上。不用了吧，马上就要睡觉了，等会儿还得摘呢。我想亲手给你戴上。真好看。你过来，把金汤水给喝了。妈妈，我就说爸爸喜欢你吧，你还不信？我保证，你妈妈现在可信了。爸爸，那你会和爸爸结婚吗？当然会。不过，你妈妈现在可没答应。妈妈，你快同意呀！小孩子喝汤的时候不能说话。
我先下去把碗给放了，你带小溪去洗澡吧。小溪啊，你说你妈妈多久才能接受我呀5天。5天？好，借你吉言。走，爹带你去洗澡。沈思薇，你心跳这么快干什么？你不会这么快就沦陷了吧？不过狼人天性忠诚，既然裴星野他永远都不会变心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裴二，沈小姐，你去取冷淡水回来了，辛苦了。这个不是问题。沈小姐，我今天去了趟山上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这个消息可能对你和幼崽非常不利，但是我还决定要告诉你。什么消息？就是前几天公布了一个事情，雪山之灵他给出了新的预言，说不久以后狼人族将诞生一个新的幼崽，而且这个幼崽的血脉力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。那这跟我和小溪有什么关系呢？沈小姐，你可能不明白，家主的血脉力量是狼人族里最强的，预言里的这个幼崽很有可能是他和裴轩所生，因为裴轩的血脉力量是狼人族里最强的雌性。这不可能，裴星野那么讨厌裴轩，而且你不是说狼人天性忠诚，他再也不可能亲近别的人了吗？预言是这么说的呀，而且雪山之灵的预言他也从来没有错过。沈小姐，如果预言里的这个幼崽真的出生了，小溪的继承之位可能有所不保了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奇怪，沈思薇怎么还没回来？爸爸，我困了。好，你先睡觉，我去找妈妈。家主，裴二说雪山之灵给出了新的预言。预言？跟我去书房。是。预言说我会和裴轩生下一名血脉极其强大的幼崽，绝不可能。裴二，你确定你没弄错？家主，预言说的是不久以后狼人族将诞生一个幼崽，这个幼崽的血脉力量也是前所未有的强大。原来如此，说不定这个幼崽是我和沈思薇的呢。家主，沈小姐是人类啊，她生下的幼崽能像小溪那样完全继承您的血脉力量，已经是极限了。她怎么可能生下比您血脉力量还强大的幼崽呢？那说明这个预言有误。可是预言他从来都没错过呀！闭嘴！这个预言是那几位长老告诉你的，说不定是他们伪造的预言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别听风就是雨，下去吧。等等，这预言你没告诉其他人吧？没有。对了，沈思薇在哪？沈小姐她薇薇，你怎么喝酒了？好久都没有喝过酒了，别说，你这儿的酒还挺好喝的。薇薇，你裴星野，你好好看呀！哦，原来喝醉酒的薇薇这么可爱。好，抱起来了，然后呢？你抱我回房间，回你的房间。好。薇薇，你今天就睡在这儿。你不能走。薇薇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那就别客气，反正我也不会在这儿待很久，马上就要离开。
为什么？预言都说了，你很快就会跟裴轩生下一个孩子，那我总不能一直赖在这儿不走吧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在我喜欢上了你之后就告诉我这些呢？预言也都知道了。该死的裴儿，竟然敢骗我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你喜欢我？不是说狼人这辈子只会有一个伴侣？骗我！你骗我！不会的，那预言不会灵验的。预言就是预言，即使你不想，但是它还是会实现的。不会的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和别人生下孩子。沈思薇，连玄霜果都没办法让我屈服，你还在担心什么？那5年前呢？你不喜欢我，不还是被我给得逞了？我们不说这些了。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小耳朵呀？你想看？好可爱呀！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当然。微微，你要再摸下去，我可就忍不住了。那就不忍了。Give us a little love, give us a little love. We never had enough, we never had enough. Give us a little love, give us a little love. Pour it in a well if we go to hell. 行了。我怎么会在你房间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昨晚你喝醉了，你说你喜欢我，还说不要让我对你客气。你不会是醒了又不认账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在我喜欢上了你之后就告诉我这些呢？我可以摸一下，那就不忍了。哎呀，我再也不要喝酒了。看来你都想起来了。微微，这下总该答应我了吧？不行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我已经知道了那个预言，你会跟裴轩生下一个孩子，而且这个孩子会取代小溪的位置，成为你的继承人。微微，你不信我？我说过了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就一定不会发生的，就像5年前那晚。这不一样的。微微，你要知道，玄霜果的效果比月圆之夜强多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5年前的那一晚，并不是我不能推开你，而是我不想。月圆之夜不过是催化剂，根本的原因其实我早就被你吸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微微，你不要相信裴二的预言，他说的不会实现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把几个长老叫过来，我们当面问清楚。家主问我们为什么伪造预言，还要我们亲自去庄园跟他解释。这家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可能伪造预言呢？家主不信预言所说，特意把我们叫过去，是想让我们亲口告诉那个人类预言是假的。裴轩还怀着他的幼崽，家主真是无药可救啊！看来我们必须要让那个人类消失，否则的话，裴轩就算生下了家族的孩子，那肯定也竞争不过那个混血啊！你以为我没想过吗？可家主把他护得密不透风，我们要是敢动手，家主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把这个清风露送给那个人类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这可是狼人的圣药啊！我想你不是想他死吧，你想他长命百岁吧？我想起来了，古籍上有过记载，这清风露对狼人来说是圣药，可是人类根本就承受不了它的力量，一旦喝下，就会吐血而亡。没错，到时候啊，那个人类就算吐血而亡，家主一定不会怪到我们身上。很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啊！
家主，人已带到。说说看吧，雪山之灵的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家主，您说的是血脉强大的新的幼崽诞生的事儿吧？这都是族人们嚼舌根、胡乱的传言罢了。我就说这些预言是无稽之谈了，这下彻底放心了。我又没说不相信。好了，既然是谣言的话，以后就别再让我听到半句。是。行了，没你们什么事，别的送他们回去。家主，等等。看来家主已经认定了沈小姐作为伴侣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几个老家伙也不必太执着。之前呢，对沈小姐多有得罪，这瓶清风露呢，作为赔礼，还望沈小姐既往不咎。清风露，狼族圣药，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100年才炼出一瓶，你们真的舍得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当真要给我吗？你们不会又在药上面动了什么手脚？家主，您这就可冤枉我们了。上次那个狼尾草的事啊，是我们的疏忽，可这清风露是100年难遇，绝对做不得假的。狼人体质强健，可活1000年，而人类寿命不足区100年。沈小姐只要喝了这个圣药，就可以和家主白头偕老啊！是啊，家主，难道您不想和沈小姐长长久久吗？放药。清香馥郁，药性纯净，真的是清风露。微微，把它喝了吧，我想和你白头偕老。好。微微，这是怎么？家主，这清风露呢是滋补的佳品，身体需要时间去吸收。所以呢，沈小姐会昏睡一段时间，不过几个小时就醒了，家主不必担心。哦，几个小时之后就会吐血而亡了。好了，我之后会让裴大恢复对部落的供奉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是。爸爸妈妈怎么了？妈妈睡着了，过几个小时就会醒来。小希，你在这儿帮我看着妈妈好不好？好的。爸爸妈妈睡了一整天，怎么都没有叫醒。走。微微，微微，家主，您快探探沈小姐鼻息吧。你胡说什么？还好，还活着。奇怪，明长老明明说了，沈小姐睡一会儿就醒了。看来这件事没他们说的那么简单。让那3个老不死的赶紧滚过来。是。进去。你们到底在药里做了什么手脚，让微微一直昏迷不醒？他竟然还没死，只是昏迷。家主，这我们就不知道啊。还给我装傻！微微的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能让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家主，那清风露确实是滋补气血的宝药啊！若有半句虚言，我们不得好死。家主，我想可能因为是沈小姐她是人类，所以吸收药效的时间会长一些。家主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待在这儿。微微什么时候醒，你们什么时候走。是。已经3天了，为什么他还不醒？都3天了，这沈思维怎么还不死？家主，我这有解白毒的清明草，这个是治疗伤的怨灵芝，还有还魂的9转丹。不行的话，让沈小姐都试试。要是清风露的药品不够，这些吃下去，她必会暴体而亡。你觉得我还会信你吗？裴大，上家法，撬开他的嘴！裴青野，你竟敢对我们几个用私刑，你简直是胆大妄为！家主啊，为了区区人类女人，你何至于此啊？
她是我此生的伴侣，儿子的生母，我最爱的女人。你们说，何至于此？家主，不好了！我翻了3篇的古籍，其中一本说清风露的确是滋养狼人的圣药，但是人类一旦服下就会怎么样？就会扛不住药力，然后吐血而亡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清风露如果……闭嘴！所以你们是故意的？不，家主饶命！我们实不知情啊，家主啊！家主，我是给沈小姐赔礼，并不是想害死她呀。兵长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家主啊，实不相瞒，那个雪山之灵的预言呐，是真实的。更何况，现在裴宣已经怀孕了，你就不要和人类的那个女人纠缠不清了，行吧？啊，对，家主啊，预言所示，您此生注定要跟雌性狼人在一起。您的继承人，未来的家主，他必然是纯血狼人啊！家主，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但是你身为家主，你总不能忘了狼族的使命吧？裴宣怀孕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雪山之灵预言又怎样？我说过，微微要是3长2短，我要让你们陪葬！家主，你疯了吗？啊！你怎么能够对明长老动手呢？你们，赶快阻止家主啊！家主，你别冲动啊！沈小姐她只是昏迷了，但并没有吐血，说不定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呢。家主，沈小姐是人类，说明我们找个人类医生。瞪着干嘛？快去找医生啊！妈妈，你快醒醒，不要丢下小希！微微，我只是想和你白头偕，没想到却害了你。不过你放心，假如你有个万一，我一定下去陪你，不会让你孤单的。医生，快帮我看看微微怎么样了。裴师长，我们出去说吧。好。医生，微微到底怎么样？裴先生，您先别担心，孕妇和胎儿都很健康。孕妇？胎儿？什么？沈思薇她怀孕了？你的意思是微微怀了我的幼崽？我没听错吧？那她不会有事吧？裴先生，您先别激动，沈小姐心脉很稳，一点事没有。不过她腹中的胎儿似乎在吸收某种强大的能量，等能量吸收完毕，沈小姐就能清醒了。某种强大的能量，是清风露。难怪沈小姐一点事都没有，原来圣药被胎儿吸收了，血脉力量强大的幼崽。难道这雪山之灵的这个预言，在沈小姐的身上就应验了？这么说，这个血脉强大的幼崽是我们造就的。哦，不可能！预言中的孩子一定是裴宣的。我说过了，裴宣的孩子与我无关，我根本就没有。所以，我们被裴宣骗了，我们被他耍了。裴宣长，我就知道你们没安好心。不过好在微微和幼崽因祸得福，我就罚你们永远待在部落，自生自灭。妈妈，你终于醒了！你睡了整整5天，小希好想你呀！我睡了这么久啊？微微，你慢点，你现在有身孕，千万要当心。有身孕？你是说，妈咪？爸爸说我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。我真的有宝宝啦？
当然是真的。预言中的那个幼崽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怎么可能啊？是真的。幼崽吸收了清风露，所以它会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。微微，我真是太高兴了，我还以为你差点……算了，不提这些了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陪在我身边。我会好好的，我们一家4口都会好好的。快，把那4个猪脚都给我包好啊！来，把这个给我拿过去，擦快点！哎呀，这待会儿啊，你们这不小心的把沈小姐和孩子撞到了怎么办？星野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微微，我一直很后悔你在生小希的时候我没有陪着你，让你吃了那么多苦。但这一次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爸爸，让你不受半点的委屈。只要你跟小希能够一直陪着我，我就不委屈。那怎么行？我一定要把以前5年、以前25年你没享受的幸福弥补回来。裴大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沈小姐，这边请。星野，微微，之前我一直误会你，也被嫉妒蒙蔽了双眼，害我们错过了整整5年。对不起，我愿意对雪山之灵起誓，我会一辈子爱你，保护你，珍惜你，只做你的伴侣一辈子。沈思薇，你愿意给裴行野一个名分吗？让他做你一辈子的伴侣。哪有人像你这样求婚的呀？我和裴大研究过，人类的求偶就这样的。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我愿意你。你说呢？微微，我做错什么？我改还不行吗？微微，你都给我生孩子了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这辈子只能做我的伴侣。裴大家主，你好霸道。那我要是不答应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吃了？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就变成一个狼人，把你吃进去，看你们愿意不？那好吧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答应你。怎么了？这都4个月了，肚子怎么就是不想怀呢？那不正好吗？马上就是我们的婚礼了，我还担心国外运过来的婚纱需要改尺寸呢。好吧，你说的也对，反正医生都说了，宝宝很健康的，不用担心。那我们先去祭拜奶奶吧。好，走吧。你先带小希过去，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。走吧，不能吃了。奶奶，我们过来看你了。你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，对不对？沈思薇，我可算等到你了。沈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今天是这个死老太婆的忌日，我就知道你会出现，不枉费我们全家在这守了一夜。你们守我干什么？你这个小贱人是潇洒了，我们可就惨了。今天你必须要给我们赔钱。赔钱？你还真是搞笑！我凭什么给你们赔钱？就凭我好了。沈思薇，没想到你伯母还能恢复正常啊！今天你必须给你伯母一个说法，不然就别怪我们
告诉所有人，你的儿子他就是个怪物。怪物？你们就是这么称呼狼人？爸爸。狼人？没错，小溪的爸爸是狼人首领，所以小溪也是狼人。你们看到的狼牙和利爪，都是狼人变身之后的样子。原本我打算放过你们，不过你们既然找死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。求求你，别吓我们，我们错了。你们该跪的不是我，是奶奶。啊！他们这是死了吗？没有，不过是晕倒了。不过等他们醒来之后，他们会变成一个傻子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那就好，就让他们在这儿给奶奶好好的忏悔。这都3年了，我就算是怀了个哪吒也该生出来了。幼崽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辛苦你了，要不是因为误喝了狼族圣药，幼崽也不会因为吸收药力沉睡了这么久。仔仔，你快点出来吧，不要再折磨妈妈。你放心啊，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，还有成吨成吨的牛排。他踢我了！我的话起作用了。礼物？牛排？他又踢我了！原来仔仔喜欢吃牛排啊！仔仔，你放心啊，你要出来，爸爸给你准备羊排、牛排、鸡排，还有猪排，应有尽有。你想想。我不行了，要生了！生下来，终于生下来了，微微，你太伟大了。多谢你。吃牛排。妹妹，你等等我。裴小棠，你又欺负哥哥啦？才没有，我只是老郑哥哥玩游戏。妈妈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想吃牛排。不行，你今天不能再吃牛排了，你都吃了8块了，你要再吃下去啊，这新做的衣服你都要穿不下了。爸爸说着我吃好多好多肉肉我才出来的。再说了，多吃肉肉才有力气呀。你呀，我真是说不过你。说的没错。哎呀，我们小唐就是要多吃肉肉啊，难道我还养不起？你就宠他吧。我们回家吃肉肉好不好？走。不愧是被雪山之灵预言血脉最强大的孩子，这才3个月，长就跟小溪一样高。只怕再过几年，家主都收拾不了他了。